是大牌几号？根据接到的电话是大牌183，失火和盗窃。哎，你还好吗？值夜班以后还有没有精神呢？还好，毕竟也不是第一次，对吗？我没事，放心。我跟最先到达现场的警员获取最新情况，你去和店主了解更多信息。好的，没问题。早安，你是最先到达的其中一位吗？早安，是我，没错。谢谢，现在由我接手。早安，我是东陵警署的调查警官 Faris。这单位的店主是 Emma 坦小姐吗？是我，这是我的经理 Amy。好的，能说一下事件的经过吗？我们回应了大约早上6点半接到的999来电，接着民防部队被派遣，我们设立了警戒区，进行人群控制，并疏散了楼上的所有居民。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打电话给店主，通知他的店着火了。民防部队扑灭火势并确认安全后，我就问我可以进去店里检查吗？警员就跟着我进去。我第一个检查的就是保险箱，里头一半的钱不见了。他有说保险箱里有多少钱吗？有，店主说他们昨晚关店前里头有大约18万。昨晚你离开的时候，保险箱的门是关着的吗？那么你们不确定？好的，谁有权打开保险箱？其实我和所有员工都知道密码，保险箱的钥匙也在抽屉里。认识的人当中有谁会这么做？好像不满的顾客会记仇的旧职员。没有，我想不到有任何人。好的，那么保险箱的密码有没有更换过？没有，我就只设置过那么一次。这么说，旧员工也都知道保险箱的密码喽？好的我需要你们给我所有前任和现任职员的名字以及联系方式。Amy 可以提供这些资料。没问题，我写完后交给你。早安 ，Nick。哎，早安。这场火是怎么引发的？根据初步的调查，火势应该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根电缆的外部似乎有均匀的融化痕迹，这表明烧伤损坏很可能是由外部失火引起的。另外，墙壁插座上的开关处于关闭位置，表明打印机没有通电，这排除了电器造成失火的可能性。所以，应该是有人把香烟或火柴之类的东西扔进桶里？对，极有可能。火势也摧毁了闭路电视。检测到任何助燃剂吗？目前为止没有，但需要进一步检查。OK， 幸好没有人受伤。没错。谢谢你。好的。好的，就这样。谢谢，再见。目前的进展如何？现任员工和旧的员工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好的，我取得了隔壁单位的监控录像。太好了，马上看看。999热线在早上6点32分接到电话，我们查看一下10分钟前的录像。你看，有烟，再倒回多一点点吧。找到了，这人究竟是谁呀？他那么轻易就把门打开，或许他不是第一次这么做。看不出他偷任何东西，不过至少我们知道他在现场，而且纵火的人或许是他。再看看找得到他过后去了哪里，我也取得背向店后面的监控录像，或许会发现同样的人。如果他有前科的话，或许一些同事认得他。是的，或许吧。嘿，Jimmy， 有空吗？麻烦你帮我确认一样东西。可以的，有关什么？是和今早一起破门行窃和失火案件有关。你看看这个。我认得出他是谁，郑俊杰，有前科的。确定100%。感谢大家的出席。案件涉及一名男嫌犯，
我给大家说一下案件的要点。今早6点32分，收到 Assured 放贷公司失火的报案。Hello， 是警局吗？有间店失火了。火势扑灭后，店主检查保险箱，声称超过6万元的现金不翼而飞。保险箱可以通过8位数密码，或用店内抽屉里的钥匙打开。我们跟那些知道保险箱密码的所有现任和前员工对证，他们都有不在场证明。尽管大火损坏了店内的闭路电视，我们设法从隔壁单位取得了监控录像，录像中的时间标记和失火还有破门行窃的时间相符。Faris， 嫌犯的名字是郑俊杰，他有破门行窃和偷窃的记录。我们查看了他最后住址的警方电眼，确认他在早上6点03分骑电动自行车离开了住所，比他到达 Assured 放贷公司附近早了3分钟。他也被看到穿着相同的衣服，骑着相同的脚踏车。我们去了他家一趟，你看，跟录像里的一模一样。对，可能是他的。我们是警察，有人在吗 ？Hello。不过，没人在家。我们检查了附近的警方电眼，发现他和妻子在11点13分离开住所。当时他穿的是一件蓝色 T 恤和牛仔裤，他的妻子穿着深色连衣裙。警方已经发出警报。我们的同事居米透露，俊杰之前的档案记录他有2个小孩，孩子们就读他家楼下的幼儿园。好的，我们将派警员监视他的住家。 Ronnie 和我将查看他的孩子。好，现在就行动。你好，请问你是 Sarah Tay 吗？你是？我是高级调查员梁家慧，他是我的同事 Faris， 我们来自东林警署，我们在找你的先生郑俊杰。干嘛？这是什么一回事？我们需要他协助一起案件的调查，知道他在哪里吗？现在我不知道，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中央广场，可能他还在那里。你们在那里做什么？买东西。 你们一整天都在一起？没有，11点多才回到家，过后带我和我家婆吃午餐。你们几点吃饭？大约12点多。他大约几点离开？大约4点半。他今天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在离开之前，我就觉得他的举止有点古怪，但是我急着走，所以没想太多。举止古怪，怎么说呢？他说了逃跑之类的东西。好的，谢谢你的配合。所有单位报告位置 ，Alpha 在位 Beta 正在待命。查理已经在位。在那，放大。所有单位，我看到了嫌犯，男性，蓝色牛仔裤，黑色单肩包，粉红色头发。他现在在商场外的河边。所有单位立刻前往地点。郑俊杰，我是东林警署的高级调查警官梁家慧。你因为破门行窃和纵火捣乱，我们要逮捕你，把他铐起来。
你这次又做了什么？不如我们带你的孩子到另外一个房间。我不知道还该跟你说什么。俊杰，告诉我们钱藏在哪里？把今早发生的告诉我。今天早上我很早起身，我来到的那间店，当我发现周围没人，我就进去。为什么你选择这间店？这间店要下手很容易。你怎么知道进入这间店很容易？你曾经闯入过？是的，就在上个月，我急着需要钱还电费，所以我就放手一搏。再加上要擅自进入这间店一点都不难，我只拿了螺丝刀把门下的锁给撬开，然后推开就可以了。还有店里也没有装警报系统。不过上一次保险箱是锁住的，而且抽屉里也没有钱。那么这次你闯入店内，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桌子底下的保险箱，这次是打开的，而且里面很多钱，所以我就拿那么一点。那你拿了多少钱？大概6万，差不多吧。我们在你家里只找到16700块钱，那么其余的钱呢？我带我老婆和妈妈去吃午餐，然后我们去购物，我也付清了一些账单。这也无法解释其余的钱去了哪里。俊杰，其余的钱究竟在哪里？ OK， 我把一些钱拿去还大耳聋，行吗？大约4万块。为什么不干脆拿走全部的钱？我就不想做得太明显，是有人破门而入。所以你就纵火来掩盖痕迹。是的，我以为大火能烧毁所有证据。算你走运，没人受伤，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在刚才的办疑案件中，郑俊杰破门进入了一家合法的放贷商店，偷窃了大约6万元现金，以偿还他的债务。随后，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纵火，导致商店受损，居民也被迫疏散。通过实地调查、警方电眼和闭路电视录像，东林警署的警员迅速确认了嫌犯的身份，并在13小时内将他逮捕。警方对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对于公然藐视法律的行为，也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我们也建议房产业主采取以下防范罪案的措施：首先，使用优质的防盗格栅和闭锁式挂锁，以确保所有门窗、卷帘以及其他开口处的安全。其次，避免在场所内存放大量现金。最后，安装防盗警报器、动作感应灯和闭路电视，覆盖场所的所有出入口，定期检查这些设备，确保它们运作正常。此外，公众也可以为防范罪案尽一份力，时刻保持警惕，并拨打999举报任何可疑活动或人员。
大家知道新加坡警察部队定期与其他公共机构合作展开执法行动吗？跨机构联手打击犯罪活动，加强了警方在全岛的影响力。在进行这类的行动中，我们经常得到内政团队机构的支持，如中央速读局、移民与关卡局以及新加坡民防部队。以下是我们最近进行的联合执法行动。2024年11月，中央警署及其他单位的警员在牛车水、小印度、驳船码头和五级市的按摩店、娱乐场所、私人住宅和酒店展开打击非法活动的行动。2024年12月，玉郎警署警员在五级巴都和蔡厝港展开反卖淫行动。联合执法行动向犯罪分子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这类活动不会被容忍，警方也将采取严厉行动。新加坡警察部队和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也要感谢公众一直以来保有的警觉和支持，让我们一起防止罪案的发生，维护自身、家人和社区的安全。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Scam Shield 应用程序和它如何帮助人们防范骗局。这集绳之以法的独家带你进入行动的核心，这便是所有拨打 Scam Shield 1799求助热线电话被转接到的地方。热线中心的接线员全天无休，为受害者提供与骗局相关的咨询服务。让我跟其中一位了解更多信息。嗨，诗琳，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在热线中心的工作吗？可以的，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公众识别并判断他们遇到的情况是否是骗局，还有我们的工作也包括了提供预防贴士，以免他们和亲人受害。我很好奇耶，热线中心一天接到的电话有多少通？一般来说，我们一天接听和处理超过400通电话。400一天？那非常多哎！你最常接到的是哪类型的电话？我们最常处理的是和假冒诈骗有关的电话，诈骗者会假冒成政府官员、银行代表和知名公司来欺骗受害者。我也曾接到类似的电话，那让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电话又是什么呢？有这么一个人打热线电话进来，问我是否能和他朋友谈谈。当他把电话转交给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迫不及待地分享他的经历。在过去的4个月，他开始和一家自称在外国注册的公司进行投资。OK， 在一位声称拥有超过14年经验的资深交易员的引导下，他在4个月的时间里赚取了260万元的利润，并决定停止交易和提取他的资金。因为他赚了一笔利润，要把钱拿回来，可以理解。但是公司通知他必须付6万元的罚金，这是因为他提前终止交易。现阶段他从头到尾一共投资了多少钱呢？接近100万。100万，那可是一笔庞大的数额哎，但听起来合乎情理，不是吗？100万加6万元的罚金，但取回260万。OK， 那接下来呢？他决定向朋友们借钱偿还罚金。但是他们拒绝借他钱，因为他们不断提醒他这是一个诈骗平台。但是他脑子里还是在探索和反问自己该怎么做，因为如果当天下午他付6万元的罚金，他们就会在接下来的48小时将资金返还到他的钱包。那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他向大耳窿借2万，并和合法放贷公司借了一笔可观的数目。我们已经通知他，该网站很可能是骗局，并鼓励他报警并停止存款。在通话接近尾声时，我们成功劝阻了他继续存款。他也意识到该网站是个骗局。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诗琳。Scam Shield 1799求助热线提供全天无休协助，真的令人感到很安心。感谢您收看2025年第1集的《绳之以法》。在接下来的集数，您将看到敬业的警员们如何破案，以及他们如何与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和社区合作。我是郑元奇警监，请大家各尽本分，预防
遏制和侦测罪案。再会。